哈，这里是菜鸟老田，我最近在玩轮回之兽。我现在不想玩了，很难想象前段时间我还在幻想这游戏会是游戏大年的开胃前菜。哇 ，Game Freak 做宝可梦的那家公司，你知道吧？虽然被骂了很久，摆烂、糊弄、养凯子，但是现在人家打算做个塞大作，也可能不是。但是换 NS 发售，证明一下自己不是摆烂、糊弄、养凯子，还能把锅甩到 NS 那个微波炉性能上。很显然，证明的并不是很成功。我看到，在我这台前年1万多，现在2万多的电脑上，看着全高画质跑的这坨很有年代感的东西，我当时心就凉完了。当然，为什么不是凉了一半？因为这游戏也是今年几个没正式发售、盗版网站就已经偷跑的幸运儿之一。也就是说，我还没玩上的时候，这游戏的通关录像已经到处都是了。光是开头这段逆天廉价运镜，我的心不仅凉了一半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如果没有首日补丁，我终将会为自己省钱买 CDK 的习惯付出代价，已经彻底退不掉了。我不认为面前这图和预告片是同一个东西。你知道为什么屏幕上会出现这种噪点吗？当你以为画面这样一图，想必一定是我没开全高，错误的，因为这游戏的后期处理这个选项完全是负效果，必须要开到最低，画面才勉强正常。更过分的是，这是游戏女主艾玛在预告片里的样子，很干净对吧？我觉得不少人应该也是冲主角买的游戏。然后这是她在 CG 里的样子，这是她戴着斗笠的样子，这是她头上什么都不戴的样子，失去了些许细节点缀，直接变成死人脸，瞬间让游戏廉价了99倍。我已经有一种网恋被骗8000块的感觉，剩下的9900倍主要靠这游戏的便宜过场。首先我不否认248块其实对日常游戏来说已经很便宜了，要求不能太高，但是你做的至少要说得过去吧。现在只要里面出现人类角色，而且人类角色还会动的场景，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让我想起那种学3年动画互联网诡异阴间视频，而且还特别多，特别多，能把我直接看昏迷的那种特别多。最幽默的是，我发现他们特别喜欢给角色面部特写，但是在这些廉价过场里面，这个眉头那就已经算是表情丰富了。我很少一个游戏开头没多久就已经要快进剧情了，哪怕是红色沙漠那种白开水，我也是玩了快10个小时以后才开始跳。但是这游戏做到了红沙都没做到的事情，我第一章没打完，已经开始希望他们之间的废话早点结束了。当然我不否认，世界上确实存在画面过长一坨屎，但是玩起来能让你一直高潮的游戏，那么这款游戏不，它不是。相信你一定能看出来，这个游戏预告、CG 和实机就像是3个游戏，同理玩起来也差不多。不过我现在说的只包含前2章，因为我打完第2章就顶不住了，决定去补以撒角色全红，折磨一下自己，简直就像把玻璃碎片含到嘴里一样美妙。无所谓了，这是一个弹反拼刀的游戏，但是你不能和其他游戏一样弹不到就直接防御，你必须要注意自己的共鸣槽，也就是屏幕下面这个东西。成功弹刀增加，普通格挡释放剑技就会消耗，还可以释放一个实体，让你可以安心输出。狗子放技能要靠弹刀获得资源，换句话说，这游戏核心的所有资源和容错都是围绕弹反展开，简单易懂。按理来说，这套玩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应该2章，整整2章，到处都是这种魔像小兵，不是用刀就是射箭，实在不行就架盾，偶尔会出现几个穿着比较暴露的，他们的伤害会比较高。啮实体也就这个游戏的自然生物，熊、鹿、鸟、老鼠、山椒鱼，外加金银狼，我总感觉他们能一直陪我到游戏结束。他们能做什么？把自己砍在树里，让我完全靠猜测才能砍中他们，非常的有趣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威胁，因为很快你就会把他们的动作记得比你爸妈都熟。知道什么敌人最危险吗？这种武士大象精英怪，他有3招，只不过你每次遇到他的时候，他的数值都刚好能2-3刀带走失误的你，BOSS 都没那么恐怖。
不过这游戏的 BOSS 应该也是射击巅峰，开头第一位，这头植物鹿，初见2招，甩头加踢石头，到第2次见到他，是的，这个游戏 BOSS 不会让你只打一次，第一次击退，然后你就得一路追到他的老巢。总之，第2次见到他，他大概就多了一招踩地，还有一个额外2阶段，但是我没感觉他有什么新动作，我甚至以为他就一个阶段直接换血1盲，然后我就保持第1阶段的残血状态，初见打过了这个 BOSS，3次甩头的动作似乎就行，我没想到还能放进去，这句话一样刻进了我的 DNA。第2个 BOSS 大山椒鱼，动作稍微丰富一点，稍微肯定是比第1个 BOSS 多。这次我没有初见阶段初见过，终于我们有了一个正常的游戏难度。但是很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他的出招似乎有一个固定顺序，于是我又初见过了他的第2次战斗，因为动作我好像似乎都见过。能想出同一个 BOSS 打2遍的人一定是个天才，不仅有效延长游戏时间，并且还不会被说是素材富有。我还没通关，所以你最好是真没有素材富有。不过你放心，这游戏打 BOSS 其实已经是相对好玩的地方了，跑图才是真正的精妙之处。在这之前，很少有第1章就能把我玩到昏睡的游戏。宽线性大地图、拾取物和兴趣点全靠狗子标记，而你就是到处乱跑，希望能找到点有用的时尚小垃圾，或者没用的时尚小垃圾，又或者这群人给你塞到高处的重要时尚小垃圾。这差不多就是你跑图要做的事情。路边小怪是唯一的调剂，因为我发现了这个。这差不多是我在跑图的唯一乐趣，依旧还是好机制，配了个烂设计。其实女主的能力算是有想法，除了常见的钩锁，还可以用植物根须原地升降，或者用发丝延伸凭空造路。但是钩锁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没用，你可以看看这游戏的钩锁，我会给你标出钩锁点。不过你不一定能勾上去，是因为你没找到正确起始点，又或者角度不对，没人知道。就算你勾上去有没有意义，那是另外的问题。升降是一个完美的设计，你跳不上去的平台，它可以帮你到达；你不想研究钩锁的地形，它可以帮你到达。但是这游戏到第1章快结束，才在女主的回忆里教你怎么用。我的天，这游戏真的很喜欢主线里掺杂回忆，尽管主线已经是回忆，然后把一些重要教程放这个回忆的回忆里。没关系，你肯定能自己先摸索出来的，因为我第1章刚开始就在这个诡异的下水道口卡了一会儿，钩锁就废物，我跳了半天都触发不了，直到我长按了一下跳跃键。你这是多少有点反人类了。发丝延伸需要点创造力，一点耐心和一点测试，大多数都很有用。一个高的离谱的平台上有一个宝箱，你正常跳跃升降肯定无法到达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发丝延伸拉出一个钩锁点，直接勾上去就能拿到。只不过延伸的方式会有点随机，可能1次成功，也可能把你拉到一些奇怪的地方。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是现在的聊天 AI， 它一定会给你拉出一个结果，但是这个结果到底对不对，就要看建模、空气墙和判定点今天想不想让你成功。所以你可能要多试几次。祝你拉得开心，这应该是我度过最漫长的3分钟。Nope。或者说是我度过最漫长的7个小时。不过我的好 homie 柯子墨在我博大尼快全红的时候向我炫耀他通关了这个游戏，获得了一个稀有度 3.5% 的通关成就，并且告诉我后面还会更重量级。我对此表示尊敬，向石雪汉 salute。 我全红的博大尼看着这一会儿80多一会儿100多的攻击面板，我不禁陷入沉思。也许我一开始就不该玩轮回之手，但是现在好胜心在驱使我继续打开这个游戏，这也许是一个错误，但是谁不想要一个稀有成就呢？至于到底怎么样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